大家好，我是小猪。帅有千百种，土帅算一种。张杰不属于这个圈层，他是纯土。陈思诚也不行，他是又油又土。黄晓明和张翰放在这里也不合适，他们的帅是油腻中衍生出来的，顶多算是油穿了锅的土中贵族。何润东原本是大好青年，温文尔雅又是 ABC， 但被角色拖累。步惊云的装逼只有他演得好，郭富城都不行，所以他也被迫上了土榜的装逼分支，简称土逼。土帅就要有土有帅，五五开，四六勉勉强强，但是要在土和帅的左右横跳中不断捕捉微妙的平衡。三七就不行，那就变成了 either 纯土 or 纯帅。香港的谢霆锋，台湾的杨佑宁和明道，再加上出口转内销的赘婿，我愿称他们为东亚土帅四条 king。 赘婿的土帅四六开，土占60%的时候，泥土芬芳扑鼻而来，帅占60%，立刻上 T 台。人类的外貌和地域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两广高泉凹眼，山东膀大腰圆。赘婿的祖籍西安，怎么说呢？属于兵马俑长相。这几个西北籍的人才，你们细细品。董宇辉和游泳，嫩牛五方武士勇。如果你说他俩是父子，不用验 DNA。傅大龙和张涵予，银盆大脸军力勇。黄轩和赘婿，看他们俩这4只柳叶眼，10个兵马俑，9个蒙古褶子。这几员大将凑一块儿，我一回来就透酸水，透的到现在都好不了，葫芦席子都快透出来，都吃了2副药了，连药都透了。人家吃了4了，吐上这里。我非常怀疑张艺谋当年相中毫无表演经验的赘婿出演《山楂树之恋》，就是因为扑面而来的熟悉感。这个妹妹我见过。张艺谋和赘婿都是西安人，兵马俑板砖脸，有你的一张，也有我的一张。1998年，西安一对夫妻做生意挣了不少钱，带着10岁的儿子移民到了加拿大。但他们在加拿大开局不顺，先是钱财被洗劫一空，接着股票也亏了，再加上语言不通，日子有多艰难可想而知。男孩16岁开始赚钱，去发廊做托尼。不对，国内把美发师叫托尼，是因为他们通常要给自己起洋名。鉴于知识水平有限，只能选字母少易读的 Tony 才横空出世。但男孩人在加拿大，他有英文名叫肖恩。16岁的肖恩做 Tony 很成功。阿婆要求很高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阿婆都点名只让我给他们洗头。嘴甜舌滑，人还怪好的，竟然做成了理发店的头牌。3姑6婆都点名让他洗头，小费收到手软。就给他们吹头洗头，然后呢就是赚小费，就是反正从16开始做发型，做到差不多19快20的时候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做夜店的泊车小弟和餐馆帮厨，停车场里面的指挥，那一个餐厅里面给别人备餐洗菜，然后呢把那个汤提前给他们熬好。请不要小看肖恩做的这3个画风迥异的工种，这在他日后成为赌王赘婿的路上起到了关键作用。2007年，19岁的肖恩参加了加拿大一家中文电台举办的阳光男孩选秀，拿到了冠军。第2年，他迫不及待回到中国，成为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一名学生。但是按年龄推断，20岁的他彼时应该早在加拿大开始了高等教育，但他从未提及。肖恩在中国读到小学4年级，他曾说过离开西安前拿到的一张14分的数学成绩单，把我的卷往那一拍，都小14。老师当时给出的对比样本是班上学习委员的100分。我前面是学习委员，叫薛哲晓，我们的老师是陕西人，就是拿陕西话说，薛哲晓，啪，卷子一拍100。再结合他在加拿大的打工轨迹，是不是可以推断出2件事：一，他是学渣；二，他们家在加拿大的日子比较辛苦。趁着选秀的余晖犹在，肖恩回流，以20岁高龄进入北电。而且有一点我几乎可以肯定，
肖恩的加拿大国籍在他顺利入学北电表演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从小练习舞蹈、形体、表演和主持的艺考生，每年挤爆各个艺术院校的考点，对几十个席位望眼欲穿。就这，还要给一圈婆罗门和资本丑孩子先预留出一部分，才轮得着他们。普通孩子需要9蒸9背，完整走一遍炮制黑芝麻丸的工艺，还不一定能考取的北电表演系，相信在赘婿这里只需要一张机票。其实我比较想知道，当年被老师当作比较样本的那个数学考了100分的课代表的人生轨迹，因为曾经被他秒杀的，被老师把卷子摔在桌上，当着全班怒斥的学渣老同学肖恩，10年后再杀回来，已经拥有了国内任何一所大学的入学自由，包括清北。这一年，张艺谋读了《山楂树之恋》，决定拿下这个小说的电影改编权。小说作者艾米对张导唯一的要求是，女主静秋要眼睛微凹，要有曲线美；男主老三要威武而英俊，有一副军官肩膀。张导前一秒答应的好好的，转头就把肿泡眼、平板身材的小黄鸭周冬雨和一口大白牙的土帅老乡肖恩定了下来。根据肖恩后来的回忆，自己跑了10几个来回试镜，终于被选定。对，当时给了我10万块钱。你知道10万块钱对于我那会儿来说，签了合约，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终于不用心疼试镜花的240元车费了，也不用再担心今后北电的学费。如果他知道10年后自己要花几千万带资入赘，而且后来才发觉这笔钱似乎有点砸进去出不来的意思，彼时的肖恩会不会……来了，快吃饭！吃你妈几个屁！你这撒里去，这撒来吗？咋？你说啥？肖恩是真穷过，一无所有，只有自己那种穷。那240块钱也很多嘛。他花240元车费换来一份10万片酬的合约。所以说240块钱，我想说，这试镜要没选，对呀，那谁给我报啊？这是。同样，后来他咬着牙砸到婚礼上的5000万，绝不能不明不白花出去，那可是他几乎大半的身家，他花了10年，赤手空拳，一分一分挣出来的。山楂树之恋让肖恩小火了一把，这年他上了春晚，合唱了一首《回家过年》，有春晚的加持，后面的机会就多了。1年时间，肖恩演了3部电影，还客串了张艺谋的《金陵十三钗》，并以新人之姿斩获了不少奖项。2013年，第6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开幕，肖恩和奚梦瑶挽着手走红毯。此刻应该他们谁都不会料到，10年后他们会先后和赌王家扯上关系，而且还做了妯娌。都说肖恩和奚梦瑶谈过，这个应该是谣传，你不能一见俊男靓女同框就说人家有私情。肖恩从不轻易动情，而且他的目标也永远不在圈内。就是其实我挺挑的，我算很挑的。你比你爸妈挑。对。那你的性格，如果你看上他，你会主动吧？我是绝对主动的。对。他和千金程小月传过绯闻，但仅是坊间流传，和发电机欧阳娜娜兄妹相称。肖恩为此还友情出演了欧阳娜娜的电影《破风》。真算起来，除了赌王千金外，你会发现肖恩被证实的情史竟然一片空白。他周围一直充斥着各种美女，但他又似乎永远游离于这些绯闻之外，洁身自爱的令人生疑。按说他正处于荷尔蒙分泌最旺盛的年龄，可感情却不同寻常的乏味。这其中可能还有另一层的原因，他不够红。可是肖恩不红这点也很诡异，他长相有辨识度，高大威猛又阳光，资源一直都不断，但从未冲到1线。我想这中间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始终不够拼，又或者他根本志不在此。2016年，肖恩拍了《楚乔传》，这部剧的怨念很深，几个常出现的主角后期都黑化了。古装剧里，男的只要黑化必定烟熏妆，必定画眼线。化妆师应该多少学过点中医，知道中医的辨证论治，
内心黑化显现于外，可不就是眼睑黑眼窝黑吗？这部剧估计经费也紧张，只买得起一根眼线笔，化妆师心急手抖，导致男演员的眼线都画飞了。这部剧火了肖恩，其实他完全可以利用这波流量好好发展一下，但他明显不够积极，因为随后的2018年一整年他只拍了一部电影。这一年在澳门，赌王的千金在自家豪宅泪流满面。他刚结束一段长达4年的感情，哭过后，他在分手宣言上加了一句：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落泪。在吴克群之前，千金经历了2段无疾而终的感情。2008年，她把初恋男友 Tim 在东华慈善晚宴上介绍给了赌王。Tim 同在英国读书，家里做电子生意，量级虽然没法和赌王比，但的的确确是个富二代。虽然这段恋情1年后因为男方劈腿而分手，但从 Tim 身上多少能看出点千金的品味，比较土。看这小金毛，这方块脸和小眼神儿，这通身的杀马特气质，打眼一看，这不吴克群吗？千金后来又恋上了模特出身的黄俊豪，报道称他酷似日本明星山下智久，因而在港圈小有名气。有时候我真佩服香港八卦记者的才华，谁都能硬扯一块儿去。很快这个男友被曝私生活混乱，专爱钓富婆，而且男女通吃。这次千金算谈了一个人间败类，但千金爱得很深，还提出要订婚。最后三太不得不亲自下场，把女儿送回英国，物理性拆散了2个人。从小到大锦衣玉食的千金，在爱上确实亏空的厉害。2011年，她和吴克群恋爱，这次是千金主动，硬从粉丝追成了女友。吴克群79年生人，比我大，那我叫他老吴好了。老吴那几年挺红的，也挺土的。千金搁着那么帅的一个老爸在眼前，自己也漂亮，却偏爱洗剪吹风。有时候人类的审美是个谜。你也去试试了，有时候有钱人的品味说不定的。老吴出道走单身歌手路线，女友粉多，所以最初他从来没有松口承认过千金的存在。期间他少不了要和其他女星合作，炒炒绯闻。千金宁可隐忍也不离不弃，只能说是真爱吧。地下情走了2年，俩人一起吃宵夜，被记者拍了个正着，老吴才勉强认爱。老吴出道之初说过5年之内超越周杰伦，这在当时不是大话。06年他的《将军令》大火，08年的《为你写诗》也卖得很好，这2次大红给了他底气，而且他一直坚持原创，刀架脖子都不改初衷。别的先不说，老吴是真心爱音乐，但令他没料到的是2011年后他转苦情歌赛道，人气就一落千丈。到15年在华纳发的《数星星的人》的专辑里，有和宋智孝对唱的《你好可爱》，但歌曲评论90%是关于宋智孝和乌克丽丽的。这一刻老吴就应该有所感知，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。16年他一只耳朵失聪，当年的新专辑《人生超幽默》基由这个卖点少少翻红了一把，却像是他被彻底遗忘前的回光返照。因为我想要讲的所有我的孤独，所有的感受，我就在歌里谢谢。17年后他又一意孤行跑去拍电影，自此彻底陨落。他和千金开始交往，就是他转唱苦情歌的那一年。我实在不愿意用玄学来推断他的 flop， 但是千金出现后，他的确人气掉得厉害。如果他善于炒作，这个大热点别人跪着都求不来。但很不巧，老吴是我见过最刚的歌手，他不仅不肯拿千金炒作，甚至非常不屑千金的爱。
脸上永远写着爱就留下，不爱就滚的决绝，连逢场作戏都懒得配合。记者问：是不是女友投资了你的公司？他怒答：俺宁愿死，也不愿失去尊严。俺娘从小告诉俺，大女人用女人钱的男人猪狗不如。听听，放眼整个娱乐圈，谁还能像老吴这么硬气？俩人情浓时，千金带他和三太喝下午茶。记者以为俩人好事将近，问他想做赌王女婿吗？老吴立刻黑脸：俺不想结婚，也不想做任何人的女婿。我谈恋爱不是以结婚为前提的话，我就在耍流氓了，对吧？台客味浓烈的老吴原来是条真汉子，别说千金，急了连准丈母娘都不放眼里。被千金掏心掏肺爱了4年，换别人早就豪门赘婿改头换面了，但老吴从不改自己的台客气质，小牛仔裤高帮球鞋，头发永远飘染，衣服最爱无袖，方便随时露出2坨古铜色的肱二头肌。有时候我都怀疑土帅男星的无袖衫是不是都互相借着穿。音乐衣食父母，爱情全当喂狗。爱情是什么？他像抗拒千金一样，拒绝炒作，拒绝流量，拒绝资本，绝不为5斗米折腰。但是他当初放下唱歌拍的电影也不好看，算是他人生最大的滑铁卢。但老吴不在乎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爱自由的老吴，谁都别想拿捏，赌王的千金都不行。而且他似乎比别人更早意识到了如今大女主的精髓：事业最重要，爱情滚边站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没有心情听他们什么狗屁浪漫爱情故事，我现在就想搞钱。纠缠了4年，千金最终和老吴分手。这次千金很受伤。彼时老吴被骂渣男，但结合10年后赘婿和千金的故事，他当年的选择似乎无比睿智。和千金恋爱期间，赌王家的任何一场商业活动，老王常常不落登台。2013年，届时担任东华3院主席的三太举行筹款晚宴，千金和男友分别登台献唱，给三太拱人气，拉收视。也许在此期间，老吴逐渐看清了赌王家错综复杂的关系。未来岳母时刻防他吃软饭，未来岳父给未来大姨子何超仪当年的新婚丈夫3从4德的嘱咐言犹在耳，响若惊雷。我話做丈夫嘅呢，你由今日起手呢，要學識3從4德。除此之外，那幾位精明的姨太太打量他的眼神如过 X 光机，还有女友快20个虎视眈眈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，都令他不得不重新思考这段感情。他只要躺进这滩浑水，就是软饭男，跳出来就是负心汉。总之从此他做什么都是错。想到这儿，老吴已经英雄气短，又何谈儿女情长，硬都硬不起来了吧。我说的是老吴的肱二头肌。他得把后半辈子搭进去，还不一定能换来荣华富贵。嫁进豪门的媳妇有生子 KPI， 嫁进豪门的赘婿难道日子就能好过？其他不说，唱歌指定是不能由自己了，说不定出张唱片还要家族开会讨论。不要忘了，老吴是地道的台客，离了挑染金毛、紧身小背心和皱巴巴的牛仔裤，会死的。18年在一场活动上，肖恩第一次遇到了已经空窗3年的千金，据说惊为天人。第2次见面，肖恩主动上前说了一句：这个妹妹我见过。千金当时跟身边的朋友说，我说什么时候？然后我就很认真的想，然后他就说我们在一个活动上面见过。然后我就跟我女生朋友去厕所，我说现在男生的招数都好 low 哦。何小姐，我说你在建图这方面的天赋，心里是一点没数吗？但凡肖恩稍微整点高级的，你还真不一定能上套。2019年，赌王身体每况愈下，病危的消息每天都传出来。肖恩被拍到和一个女子在酒店的透明电梯里拥吻，随后千金和肖恩官宣恋情。2020年5月，赌王去世，肖恩陪女友现身灵堂，
算是坐稳了赘婿身份。一桩豪门婚姻的达成，若是没有权势地位的匹配，那大体需要在其他方面达成平衡。纵观千金的爱情史，3段情谈了3个洗剪吹，一个花，一个渣，一个倔。如今赘婿登场，帅气高大，英俊潇洒，一笑一口大白牙，真正的阳光土狗。赘婿托尼出身，脂粉堆里晾过的。当年他招待的可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三姑六婆，就这一不小心都成了红牌。如今就伺候千金一个 ，easy job。温哥华出名港人多，赘婿的散装粤语估计是当年做泊车小弟时候练出来的。千金多少觉得有亲切感。做帮厨期间，肖恩负责熬汤和备菜，这招现在用在千金身上，想必比花钱买礼物更能打动人心。也难怪千金在和赘婿恋爱的第2个月就认定了他。我觉得他是很棒的，就是真的我没有遇过这么专一。这里的专一真诚事出有因。恋爱期间，赘婿拍了电视剧《良辰好景知几何》，作为男主的赘婿在收官微博的配图里没放一张女主正面照，而在剧集的宣传过程中，主演们空降超话和剧粉互动，赘婿从不参与。而他在剧集宣传期里，女主照片只出现过1次，还是一个迷你表情包，完全是一副心有所属、洁身自爱的样子。你想诱惑我，你做梦！我很爱我老婆。女主专程来赘婿微博下表示感谢，同时祝他幸福。赘婿不仅没有互动，还因为女主在直播中称他像自己大哥，冷淡的回复我不做大哥好多年，让女主热脸贴了个冷屁股，自讨没趣。赘婿的难得觉悟的确让人刮目相看。手难得的明星不光有赘婿，当年韩剧《时间》发布会上，男主金正贤把女主当洪水猛兽，连正眼都不看一眼。合照的时候，徐贤想挽金正贤的手，被他一个侧身躲开。采访完毕，连递个话筒都不肯，还得女主从他手里拔出来。更离谱的是，在剧中男女主结婚，金正贤的手都没让女主牵一下，这难得始终如一，从剧中守到了剧外。后来的社曝光了金正贤的一系列生硬举动，都是因为当时的女友徐瑞芝要求把肢体接触的戏份全部删掉，不准和女性有任何接触。金英英把肢体接触戏份都去掉。当然今天都没跟女工作人员打招呼，对其他人也很生硬。这段徐瑞芝和金正贤的私下对话后来被披露，徐瑞芝喊他金硬硬，据说就是要让他行动僵硬，不可以接触任何人，也不能跟在场的任何工作人员打招呼。你上医院看过没呀？你指定是有点毛病。演员本身就是靠表演吃饭的，知道的说你女友管得严，不知道的嘛，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嘛，歇一会儿是什么意思嘛？回家去。但是洁身自爱的赘婿却讨到了千金的欢心。赘婿也很乖巧，他知道见证了母亲抑郁的一生，所得的父爱也少得可怜，恋爱中又一直碰壁的千金，一生中最匮乏的就是安全感，赘婿便十分失去的为他拉满。对演员来说，配合度永远是第一位的，这么不计后果，冒着葬送演艺事业的风险，只为讨千金的喜欢，这一局赘婿的确赌得很大。如果你突然遇到一个人跟你完美适配，你一定要小心啊！没有这样的人，他一定是有可能是有目的接近你的，不要去那么的相信童话。赘婿可能曾经有过幻想，只要娶了千金，以后什么都好说。即便是在赌，万一赌赢了呢？他是真的不想奋斗了。他拍戏一直心猿意马，如果真的有个契机可以帮他换一个赛道，他是不会拒绝的。所以在多年后，他掏空积蓄办了一场浪漫的婚礼做投名状，带着孤注一掷的决心。可婚礼结束后，他才豁然发现，三太防他仍如防贼。千金的姐姐和弟弟虽然对他礼貌，但不亲近。他始终游离于赌王家族之外，从未走近一步。他甚至要比婚前还要更努力拍戏，
因为千金是小女人，她不见得需要钱，但她需要爱，很多很多爱，源源不绝地供养她。赘婿手停口停，没有钱怎么给千金爱呢？而且赘婿看不上的娱乐圈，却是千金拼命想挤进去的。和赘婿在一起后，千金抓住流量，终于梦想成真。赌王去世，二房继承了赌场牌照，四太早就参与到赌王的生意中，分了一杯羹。唯有三房没有开源，只能节流。而千金也的确不是做生意的料，她开牛肉面店和酒店的亏损，还都要靠三太填平。相对而言，在娱乐圈混着反而来钱容易。千金甚至还给一堆杂牌护肤品带货，时刻给人一种又富又穷的诡异感。不过纵观千金混社会这10几年，好像自从和赘婿在一起后，才开始正儿八经赚钱，前面不是创业亏钱，就是在混日子。赘婿本来可以凭借当年的《楚乔传》好好搏一把，却因为讨好千金，错失跃升一线的良机。按赘婿1年5000万的行价，和千金恋爱4年，至少少赚了2个亿，再加上里外里的花销，实惠是一点没捞着。结个婚不仅掏空了家底，还得了个河斗士的绰号，把自己都带得不体面了。别人嫁豪门发家致富，唯有赘婿竟然一夜返贫。我一个人要使出2个人的力气给他干活，我给他干了1年整，到了大年的30晚上一算账，我倒欠了他还老6的100元。千金和赘婿一起上综艺，千金喊自己看到了流星。刚是不是流星？刚刚有一个流星。哇！刚刚划过了一个。哇！刚刚划过了一个。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，从那划过了一个。你们都没看到吗？有人看到吗？有人看到流星了吗？但其他人都是一脸懵逼。千金喃喃自语：为什么只有我看到啊？这时要换成没情商的，可能会说：俺热烈的妈，快死一边去，少来骗老子。但赘婿立刻搂住女友，低声温柔地说：只有你看到了。刚刚出去了。刚刚。那一刻，千金用愚蠢而清澈的眼神看着眼前这个男人，几乎被幸福淹没。这个庶出的女子，从小到大要和其他16个兄弟姐妹分享父亲的爱，相信在这一块她一直亏空的厉害。你许个愿给爸爸。那我就看到这一下，我没许愿呢。赘婿的这句话带入千金的视角，几乎是精准无比的戳到了她的痛点上。男人如果真演起来，是会演到你流泪的。赘婿北电学了4年表演，这一刻才算把演技用到了刀刃上。另外，说实话，我觉得他的3年托尼比别人读3年博士都管用，他是真的会。2019年到2022年这3年，赘婿和千金的爱情浓度很高，秀恩爱也是真秀。赘婿的戏，千金是最大的迷妹，追剧也要秀一下。每逢千金生日，赘婿当大日子过，2个人的第1个封面，千金仪式感拉满，连一起减肥都要昭告天下。即便是千金的娇嗔抱怨里，都全是爱。这么恩爱，成婚是必然的结局。他们在巴厘岛结婚，有说婚礼花了5000万，也有说是8000万。不管多少，这次都是赘婿买单。因为婚礼是有新郎一手包办的，他从一开始的策划，然后找婚宴公司，然后再找落地的工作人员，再去安排所有事情，全部都是他自己一个办，非常感动。婚礼的宾客之一，台湾艺人丫头的祝福挺硬核呀，她这么绘声绘色，莫不是亲眼见过？有人说丫头口无遮拦，要我说呀，你们可太不了解闺蜜了。闺蜜存在的最大功能，一是吐槽婆婆，一是挖苦或者炫耀老公。而关于老公这块，好用不好用，永远是闺蜜私房话的核心内容。一分就说哦，好想跟他分，他超小。男人的品味看太太，女人的圈层看闺蜜。黑社会美眉出身的丫头是千金的闺蜜这件事儿，
很令我匪夷所思，也让我对千金的交友圈层充满了疑惑。我想说的是，赌王千金的向下社交已经探底到这种程度了吗？不是我看不起丫头，但丫头是台湾娱乐圈有名的苦出身，说话聒噪空洞。她早期跑通告，一开口就是一部小人物的血泪史，没想到千金竟然和她玩成了闺蜜。也不是我爱标签化，你自己看，闲闲的就把她和千金的加密通话公之于众，这都教的是什么人？这下好了吧，整个华人圈都知道赘婿大了。哎，你的大包有改过。忽略这些小插曲，赘婿和千金的婚礼相当温馨，赘婿出钱出力，费尽心思办了一个体面的婚礼，宾主尽欢。这次婚礼把千金和赘婿推上了流量的巅峰。千金在婚礼上承诺开枝散叶，组成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，期待我们的赎球队的到来。赘婿也激动得眼泛泪光，可见在彼时，俩人的的确确是认真规划过未来的。但这样的甜蜜温馨并没有延续太久，因为婚礼后他们的关系很快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